我们今天来做的是这一款，这也是一个2合1的款，因为这两个是因为我是在老家做的，就是放假期间做的，然后我带回来的时候邮寄了，当时箱子里面就是没有把它包好，这个有一点压了，所以这种花就是特别脆弱，大家保存的时候呢也要特别小心。这是一个2合1的款，我们今天来做的是这两支。配线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个呢，这一组线是我们用来是做这个花瓣的。它的配色是，我们这个材料里面呢给的是3种颜色的线，绿色的、粉色的和白色的。这个花瓣的配色是5组粉色的在中间，然后两侧分别是3组白色的，最外面呢是2组绿色的，这样子。然后这个呢是叶子的，就是这个长叶子，还有这个一个算是一个小排钗的这个配线。它是我因为录视频，所以就是把这个花瓣的这个已经是全部拴完了。然后叶子呢，它是这样的，这边要拴1组粉色的，然后中间我们给的线里面有2支绿色的。大家拴完这个花瓣之后呢，剩下的这个绿色的线全部拴到这个上面。我数一下，我大概拴了多少支？1、2、3、4、5、6、7、8、9，我是拴了9支。无论就是剩多少线呢，大家就是尽量把它全部拴上来。拴好之后呢，这边还要2组白色的，我这个是空着的，就是要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拴绒。可以看一下我们收到的线，都是这种小支的。这是这一份材料包里面呢，一共是有4支线，2支绿色的，1支粉色的，1支白色的。那我们收到的这些小支线，大家就是一定要先看完视频，然后再动这个线，因为这个蚕丝线呢，特别容易就是变乱。如果稍微不注意自己弄乱了，或者是剪错了的话呢，后续的制作就会比较麻烦。我们制作的时候，先找到这个小支线上的这个线结的地方，然后用剪刀把它整体的从这个线结的地方直接剪开，这个小线头也给它剪掉。剪开之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是5捻线，这个线里面的结构，它都是这样一小绺一小绺的，每一小绺呢大概有10支线组成。我们拴绒的时候，这样的一组是2小绺，那我现在来取2小绺，这是1绺，然后这又是1绺，那么这就是2小绺。因为它这个小绺呢，有时候就是有的就是如果第一次用这个线，可能就会觉得不太好区分。大家就是可以把它就是这样拿在手上，我们用眼睛去看它，反正就是大致看到的这样子。大家用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是我怎么说呢？讲的话可能就是不太容易讲明白。大家用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己感受一下。1绺就是大概有，如果就是仔细去看，它会有10个小细根儿组成。这样一拿，这样直接拿下来就可以了。我们做这种压的扁平的这个绒花呢，它是就是不用就是特别精确，如果实在是找不清楚呢，那我先拿2小绺，然后我再拿第2次的时候，就是大致感觉跟前面的这个2小绺数量是差不多的，就这样往下拿就可以了。这样拿，这都是2小绺2小绺的，这样是很好辨认的。我现在拿2小绺下来，拿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把这边的线给拿好。有时候容易一扯它就乱了，乱了的话，蚕丝线理线还是就是一个很麻烦的工作。把这下面对齐，然后拴的时候，拿一根铅笔吧，直接就是这样套过来，这样呢就是1组线了，1组是2小绺，都是这样子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要再拴两组这个白色的，这样子才算是拴绒结束了。假如说大家就是万一是没有看视频就动了这个线，把它剪短了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自己想想办法，就是我这是拴完了之后，这个大概有30厘米。假如说不小心把线剪短了，那我们拴绒的话呢，你可能你可以分开多拴几次。比如说我拴一次就是这么长的，如果线被剪短了的话，可以缩短拴绒的长度。反正应该是都是有办法解决的。那假如说我们收到这个小支的线，在我剪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示范的，在那个线结上剪断之前，我把线弄乱了，就是我把这个小支的线全部弄乱了，然后这样对不齐了，剪开了，就是没办法弄了，怎么办呢？可以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实在是这一团线弄乱了，那我可以把在这个线里面找一小绺出来，就是把它里面的一小绺找出来，然后把一小绺剪断，然后我用这个一根一根的往出，就是把这个线往出倒一根，然后折成用这个一根来折4下，那么就是这样一组线。我们比着也可以把这个绒拴好，就是总之弄乱了呢，就是可以自己想想办法把这个补救一下。现在我是花瓣和叶子的绒都已经拴完了，大家可以对照着这样的数量，大家自己来拴一下。那我们还会剩一些这个绒线，剩的绒线要怎么保存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找一个这样的衣架，然后这样子，就是也跟拴绒一样，把这些线这样保存，它就不容易乱，而且呢，我们用的时候也方便的来找。现在这个我们拴完绒了之后呢，就要来梳绒了。先把这个拴好的放在一边。那梳绒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一排想办法固定一下。固定的方法其实挺多的。每个就是大家做绒花的时候呢，因为很多人他有自己的方法，那我跟大家介绍的方法就是用整理箱来夹它，把这个杆子放在这个整理箱的盖子里，这样这边就很紧了，我们梳绒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然后整理箱里面最好是要放上比较重的东西。现在我们来梳绒吧。梳绒的话，我们需要这个刷子，用这个刷子来梳。萌新的话，没有做过的话，就是大家做的慢一点，做的细一点，可以2绺、3绺，或者是1绺1绺的梳，把这个绒要梳通梳细。这种免披的这个蚕丝线呢，它里面就是都会有一些，我把这个镜头调远一点。这个免披的蚕丝线，它里面就是会有一点这个线结，这个线呢，我们就是已经做的是线结比较少了，但是大家梳的时候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那种有的小线结需要自己用手去把它整理一下。可以看一下，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像这种小线结，都可以整理一下。那整理的时候呢，可以用左手拉住轻轻的拉住这个绒，然后用右手把这个绞在一起的这个绒丝往出分一下就可以了。这些线结都是这样处理的。那我们处理这个蚕丝线的时候，一定要轻柔，要慢。就是不能着急去，因为第一次做，有时候有可能就是着急。这个绒花是一定不能着急的，每一步都要慢慢的把它做好，这样我们后面做起来才简单。
这个梳绒要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感觉这个绒丝变细了，然后都疏通了，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最后我们梳好了之后，我们这一绺梳好了之后呢，就可以来梳下一绺了。我建议就是大家这里可以用一个这样的塑料夹子，我们这个夹子是最方便的，它单手就可以操作，这样扣上，然后用手一压就开了。这样，我们把我们梳好的这个线，下边这样子夹住，放在一边，这样它就不会乱。然后我们梳绒的时候呢，假如说感觉这个线它打扭，也可以用这个夹板，就是我们那个电夹板，把它稍微熨一下，稍微过一下就可以了。梳绒就是要这样慢慢的把所有的绒全部都梳开梳通，一定要记得要小绺小绺的梳，不能就是全部放在一起梳了。尤其是像我们今天拴的这个绒，算是比较宽的一种吧。大概一共有多少组？1、2、3、4、5、6、7、8、9、10、11、12、13，一共差不多14、15组的样子。这种比较宽，如果就是一次梳的多了的话呢，就容易搞乱，就是特别容易翻车。我们这个无捻线是很好梳的，特别好梳，大家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大概就是如果做这个今天的，我们就是做今天的这两件东西的话呢，用无捻线，大概需要制作，可能是4、5个小时。如果熟练的话，4、5个小时就可以了，就能做好。如果不熟练的话，我们也可以每天这样做一部分，然后分几天完成。好了，然后我梳好了之后呢，要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夹在一起。大家夹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手把这一部分先按住，然后夹住，这样子它们就可以夹在一起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梳后面的部分，因为后面都是重复的工作，所以我这边就把这一段就跳过了。梳绒大家应该都看懂了。好了，现在呢，我这个花瓣的这一组绒线就已经梳完了。现在我们下面要拴绒。那拴绒的话呢，它的两端就要固定起来，要想办法把它固定的比较好。我们可以大家也可以做绒花，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其他的视频，都是基本上就是一头固定在整理箱上，一头固定在桌子的边缘。那因为我这个桌子不够长，所以我这个整理箱我一般是要用这个，可以看一下这几本书，把这个整理箱给顶起来。把这个整理箱给顶得高一点，然后这样形成一个就是这样从上到下一个这样的斜坡，这个地方就正好下面呢正好能可以用夹子给夹在这个桌子的边缘。我现在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固定的过程，因为其实制作绒花呢，它不单是制作的过程，就是如果没有做过的话，没有接触过的话，制作的过程就是不太容易。那这些固定的方法呢，就是也是要看一下比较好，给大家都看一下，都录到。因为这个绒比较宽，这个绒排比较宽，这个整体梳绒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就是如果就是弄不好呢，整体梳绒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给弄乱，那样又要重新再整理了，就比较麻烦。
然后我们可以先把这一头，下面的这一头，我们先把下面的这一头给夹子给去掉，然后用手轻轻的把它压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吗？我录到了吗？这样把它压在这里，然后用右手比较有力气一些嘛，右手来把这个夹子捏开，这样直接把这个地方下面的绒排给夹住，夹在这儿，这样就很稳当了，很稳当了。如果就是萌新的话，可以找人帮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两头都固定好了。那我们拴之前呢，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地方有时候就是梳着梳着就可能会开了，那我们把这边的再重新排一下，这个地方再重新排一下，让它紧密一些，把没有弄好的地方都理好，然后再重新夹上去，这样重新夹上去，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拴绒了。拴绒的话呢，我们很多的这个绒花的视频都有说过。我们这个材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材料里面给的这个铜丝都是我们已经裁好的。我们使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抽着用，一根一根的这样子抽着用，这样抽一根就是正好就是可以直接用的，直接拴。那我们为了降低这个拴绒的难度呢，会给那个每一份材料都有赠这样的不是这个盒子哈，大家拿到的可能是那种小的 PP 盒装的，是绝对够用的。然后还可以重复使用，用这个小珠子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拴绒的难度。因为很多就是想制作绒花的顾客呢，他都是卡在这一步，这个比较难一点。但是我们用了这个小珠子就简单多了。大家可以像我这样，先把一颗珠子穿过来，穿在这个底端，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我们的视频就是这样子，已经是算比较清晰了。那如果就是看完这个视频还不太明白的，可以就是点一下我们其他的绒花视频，然后这一颗珠子是穿在这里，不要再往下拿了，这样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 V 字形的。然后下面这有一颗珠子在最底端，然后这个地方也放一颗珠子，然后这样直接用这个铜丝这样夹过来，然后对穿这颗珠子，这边是这样子的，相当于是两头都固定了珠子。这样我们拴的时候呢，就是手就会有一个着力点，这样扭铜丝就会轻松很多。然后我们是两只手握着这两颗珠子往相反的方向转动，这样我们就能轻松的把这个铜丝给拴上来，不用拴的就是特别的紧，那样会把这个夹变形的。这样感觉它不再就是乱动了就可以了。这样子大家应该都看懂了。那我就是再来拴一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我把一根铜丝抽出来，然后先穿一颗珠子穿到底部，上面的这端呢再穿一颗珠子，然后用这头用下面的另外一头对穿这颗珠子，两只手拿着这颗珠子搓这个绒条。这个绒排我们拴1.1毫米的，不要超过1.1厘米的，不要超过1.1厘米的宽度。这样，然后我们拴的这个绒排1.1厘米的，就是也不用每次拴一下都用尺子量，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大致看上去一样宽就可以了。这样，然后我们是要用这个铜丝把这一整个绒都拴完。叶子我们制作的时候呢，就可以拴得宽一点，甚至可以拴到1.3和1.4厘米这样的宽度都可以。拴法梳绒的办法和拴这个绒排的那个办法是一样的，都是按照我们视频里这样操作就可以了。好了，现在我们这个绒排已经拴好了。
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宽度是1.1，实际上我这个就是有点栓宽了，我栓成了1.2也没有关系。大家就是栓的时候注意，就是不能再宽了。然后我们剪绒排呢，需要准备一把这样的长剪刀。这样的长剪刀它就是好处就是一剪就能把这个绒排剪下，这样它是会比较整齐。我比较习惯的方法呢是用左手提起这个绒条，然后右手来剪。我们剪下来的这个部分，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收起来，因为这个部分呢，它做那个花心有时候是挺好看的。大家可以用铜丝把它捆一下，然后收起来，以后自己要做点什么别的东西的时候用。然后我来剪一个绒排，大家剪的时候就是像我这样子剪就可以了，也可以就是自己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剪。总之就是要把它剪齐一点。这样呢，我剪下来了一条，然后我把这个，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就是找一个能对齐的地方，我们把这个，铜丝给它对一下。大家剪的时候也可以多剪几个，然后再处理。然后我们这样呢，就是我们这样子两头有珠子，是不用那个电动橡皮的，这样直接捏着珠子这样一扭，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初步的处理，这样处理完之后呢，这个绒就不会再散了。然后下来我们还要就是进一步的处理这个绒条，大家就是搓的时候，捏着珠子搓的时候，搓到我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不用再搓细了。因为我发现就是搓到这样的程度，待会儿我们搓丝的话，就是我们用这个板子搓丝的话是最容易搓的。这样，我们还要用这个把它搓细，就是让这个铜丝夹得更细一点。然后我们要把所有的绒条都这样子处理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叶子的这个栓绒，这个是我已经栓完了。这个栓绒呢，可以分两部分，可以看到上面的这半部分是栓的比较宽的，这个毛条呢是将来要做这个花朵的这个叶片的，这是栓的比较宽的。大家可以，因为要用5片叶子，所以大家可以栓6到7个这样的宽的。我现在量一下这个宽度，大概有这个可以随意一点啊，这个大概都有将近1.7厘米了。然后下面的这些呢是用来做这个排拆的，可以栓1.2厘米的，就是不要再宽了，就是每一个都差不多宽的1.2的，大家就是这样子来栓。因为做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浪费，所以大家就是要把它栓完。我们给的这个铜丝还有剩余，所以要把这个整个的全部都慢慢的把它栓完，这样能给自己以后接下来的制作留一些余地。现在呢，我们这个2种毛条我们全部都制作好了，接下来就可以来制作这个花瓣，制作这个花瓣，还有叶子，还有这个要用到的毛条，我们来加工一下。我们需要准备这个定型液，这个是用一个空的100毫升喷瓶，然后里面放上一点白乳胶，再加上水就可以了。我这个是已经放了白乳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瓶子里我就放了这么多的白乳胶。我现在要去加水了。我去加了这么多的水，然后摇匀。其实我加的这个白乳胶也算是有点多的了。大家兑水的时候呢，不要装得太满，就是摇匀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摇匀，而且容易堵这个喷瓶的管子。还有就是不要像我一样先把这个白乳胶加进去放很久，然后再去加水，这样
那个喷瓶的这个细管子会被堵住，这样待会儿喷的时候，喷出来的这个就不是雾状的了，我们就需要重新去买这个喷瓶了。大家因为我是录视频，所以我是先倒好了，这个舀好了之后放在这里，然后我是拿了一个，大家可以拿一个找一个什么盘子或者是盒子接在下面，我是拿了一块这个湿巾，拿一块湿巾这样铺在桌子上，然后把这个小夹板准备好，它的开关在这里把它打开，然后放在一边。我们拿一个这个毛条来先制作这个花朵的花瓣。可以看一下这个花朵，它是中间一朵大花是双层的，里面有3片小叶子，外面是5片大叶子。大家就是做好的毛条肯定是有粗细之分的，可以挑选3个最细的毛条来制作这个中间3片最小的叶子。然后外面的这些花瓣呢，大家也可以挑选一下，因为我们如果是第一次栓绒的话，肯定是有的宽有的窄，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就是自己组合一下。这个是一个3朵的没有花心，一个5朵的一个3瓣的没有花心，一个5瓣的是有花心的，然后双层5瓣的也是有花心的，这个是4瓣的有花心，这还有一个3瓣的是没有花心的。可以看一下数量，一共应该是需要25片这个花瓣。我栓完了之后呢，这个盒子里一共是有30个，没有浪费的。如果就是假如说有浪费呢，浪费的又特别多的话，不够做了，就是自己加减一下这个花瓣的数量，自己调整一下。那我现在来制作这个花瓣，我们要拿这个剪刀把它这个2头打尖。这个打尖的这个剪刀是只能用来打尖，前面我在别的视频里也是每次都要说这个，因为这个剪刀是很关键的。如果假如说我们用它来剪那个铜丝或者是拆箱子呀什么的用了，那打尖的时候呢就剪不断这个绒线了，所以我们只能用它来打尖，剪铜丝什么的一定要就是另外再找一把普通的剪刀。用湿巾的好处呢，就是剪刀上如果粘的有那个粘的有那个线，可以这样擦一下。好了，下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镊子，我们用镊子，我们把这个先对折。用镊子把下面这个夹住，就是记住不要用手去捏这个绒。好了，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花瓣。现在呢，把这个夹板拿出来。大家拿夹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这样子去拿它，这样子拿它这个地方会夹住手的，这样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先这个夹板还挺烫的，我们先从下往上稍微轻轻的过一下这个。如果假如说你这个上面粘的有那个毛毛呢，可以把它吹一下，把它吹掉。从下往上过一遍这
这个花瓣它就成了这个扁平的形状。然后我们再喷这个定型液，两边都喷一下。我拿到镜头外面去喷。喷完定型液了之后呢，我们再从下往上的轻轻的夹一下，千万不要大力的去捋它，大力的捋它呢，这个绒它可能就是会被拉成那种边缘锯齿状，这样子花瓣就变成扁的了。那我们可以再顺便给它烫一个弧度。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弧度是要用烫的，要烫出来的，不是夹。我们烫完了之后再用手，就像缠花一样，用手掰那个弧度是不可以的，那样的话会炸毛。这样烫一个弧度，具体喷多少定型液，夹多少次呢？就是大家就是看自己了。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花瓣，它是蚕丝线，它这个两边是特别有光泽的，就是因为前面我们那个梳绒就是梳的比较好，然后毛条也做的比较细致，所以出来的这个花瓣的效果才会好。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慢一点。然后呢，我们现在是要来修剪这个花瓣上面的这个小缺口，就是在它的顶部，这样子剪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缺口就可以了。剪这个缺口呢，就是在一个位置，剪刀不动，然后反复的上下剪两下，这个就能剪出来一个比较干净的缺口了。这个缺口不用很大，就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就可以了。好了，这个缺口剪出来了，那我们现在来修剪一下这个两侧，这个两侧不用这么宽的，我们可以稍微修剪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修剪的时候呢，怎么顺手怎么拿，就是自己感觉怎么顺手怎么拿它。就是修剪花瓣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像剪纸一样，把这个花瓣的边缘剪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状，是一个有点像樱花的那种有缺口的那种花瓣的形状。像这样子，这个花瓣就做好了。我们25片花瓣都是需要这样子来制作25片这样的花瓣，最后我们组装用。然后我们现在来制作一个叶子，叶子呢就是拿这个我们刚刚拴的这个比较宽一点的这个绿色的绒条，同样也是需要两头打尖。像这种扁平的这个花，因为最后我们是还要修剪一下它的边缘，所以打尖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不夹扁的那种胖嘟嘟的那种成品的要求高。修剪的时候两头打尖，有这种尖尖的弧度，像梭子一样。我们给的这个线，还应该是还有一些剩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我多拴一组这个粉色的啊，或者是多拴一组白色的，甚至是这个叶子的颜色呢，就是配色的这个情况呢，顺序呢，也都是可以根据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这样子来调整。好了，还有叶子的宽窄，就是如果喜欢宽一点呢，那我们就是拴绒的时候拴宽一点。这个叶子是粉色的，在尖尖的地方，我们从这边往上夹，轻轻的把它夹扁，然后喷一下定型液，那我用普通的剪刀把这头的这个给剪掉。然后像剪纸一样的，我来修剪一下这个叶子的边缘。
我这个剪刀，因为前面拿它不小心拿错了，拿它拆了一次箱子，所以就是有点不是很好用了。这样子就是像剪成这种梭状的，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喷点定型液，再夹一下。然后如果喜欢就是边缘有锯齿的叶子，也可以像我们剪花瓣一样，那样边缘用剪刀给它剪出一个那种锯齿的形状。这个就是叶子。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我们这款里面呢，它还有一个这个排拆。这个呢，它就是我这个是不想在箱子里压了，有点毛躁。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刚刚拴的那个1.2宽度的，我们要挑选一些，就是挑选6个，就是做的比较平整、比较好的这个毛条出来。然后做的时候呢，把它2头打尖，直接对折，不用夹扁就可以了。把这些配件全部都准备好。这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25片花瓣，然后5片叶子，然后还有6个这个胖嘟嘟的这个小叶子，把它们都准备好。最后是组装，组装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就是用 QQ 线那个棕色的那一卷线，我们来组装。然后像我们做这个小排簪呢，它这个打尖就要求我们稍微做的细致一点。可以慢慢的剪，把这个边缘都剪得干净一些。我们做完这一套之后，就是这2只发簪之后呢，毛条肯定是还有一些剩余的。然后剩余的毛条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可以点一下我们其他款式的视频，可以看一下那些花瓣那种花型还有花瓣，大家也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欢的样式，然后把剩下的再组合一下，还可以做一只软簪。就是大家拴这个叶子的这个绒排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要留这个粉色的线，一定要留上至少1两绺吧，因为待会儿我们做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排簪，它这个杆子是用粉色的线来绑的，要记得这个留一点线，留一点粉色的线，不要全都拴完了。如果拴完了就要用棕色的线来绑了，我是觉得棕色的不是很好看。好了，我们把这个剪成这种形状，然后来做上面的这些胖嘟嘟的这个东西。这样直接对折，然后用镊子把它下面的夹住。2股这样扭在一起，这样要做6个这样胖嘟嘟的小花瓣。好了，现在呢，我把这个需要的花瓣都已经剪好了，还有需要的叶子，还有这6个这种配件。然后大家把那个材料里面的这个花心拿出来，还有2个主体也准备好，然后这些珠子也都穿好，就是直接用剪一节那个我们给的0.4的金色备用铜丝，剪一节然后穿过去，不用太长，直接穿过去就可以了，穿1次就可以了，像这样，这样穿1次就可以了，然后放在这里备用。我们现在要组装花朵了，
对，还有材料里面的这个小卷的这个棕色的线，我们给的是一整卷，这个是我用剩下的一点。这些东西都准备好，我们现在来绑花。我做完这些所有的这些配件呢，还剩下了这么多的绒条，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还剩下了这么多绒条，然后可以，我们下来如果就是没有浪费很多，也能剩这么多的话，可以自己再就是点我们别的视频，然后看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别的款式。这个呢，这些配件呢，是我已经绑好了，一个2片的花瓣单独绑在一起，然后一个3瓣的这个没有花心的3片花瓣，就是杆子是这样的，用棕色的 QQ 线缠在一起，然后这个也是一个3片花瓣的绑在一起，然后这个是有花心的，就是用我们给的这种黄色的这个花心，拿上大概4、5根的样子，然后从中间剪断，对折了之后做成花心，把它绑在中间。然后还需要绑一个5片花瓣的，这个中间要加一颗小号的这个白色的珠子，和这个花蕊绑在一起，这是5片的。然后我现在来绑这个中间的这个双层的这个，因为绑花是它的那个步骤都是一样的，就不重复绑这么多了，所以我都把这些都准备好了。然后我只绑中间的这一朵这个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大部分顾客都是会绑的，就是如果就是自己会绑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视频拉一下。然后这个插板其实还是挺好用的，这个木插板。因为绒花它直接这样放在桌面上，有可能会把花瓣蹭毛了，所以插在上面。假如说不想买这个木插板呢，也可以就是平时家里买电器的时候，里面有这个电的这种泡沫台，这种都可以留下，这个非常好用，这样轻轻的往上一插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如果留下的话就是不用花钱购买的。我们现在来绑中间的这朵花。首先要把这颗我们给的最大的这个贝壳珠拿出来，我们用的是材料里面给的是贝壳珠，它的光泽就是更接近真正的珍珠一些，然后比普通的那种什么ABS 的仿珍珠，还有普通的塑料的那种仿珍珠要好很多，这个质感还是蛮不错的，又圆。这样直接用这个我们给的金色的这个铜丝剪一小段对穿它，这样把这个铜丝的下面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拿9根，大概是8到10根吧，8到10根这个花蕊，因为我们是直接给了一束的话大概是25根，我们需要这朵花需要花蕊，这朵需要花蕊，这2个都是大概用8、9根，然后这个用4、5根，大家可以自己分一下，然后这样子把花蕊对折一下，它这个花心中间是用纸裹在一起的，对折之后呢，我们把它这个上面的头让它齐一齐，这样拿在手里，然后把这个珠子这样夹在中间，它夹在中间了之后，它就会这个珠子就会自己把这些花心分开。那现在呢，需要拿一节这个铜丝，剪上一小段铜丝，大概几厘米够用就可以了，把这个花心这样绕一下。绕完了之后呢，我们用手把这些花心就是均匀的分散在这个大珠子的周围，就是看上去自然分散一些，就是不会聚集在某一边，聚集的特别多，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是看着舒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绑中间的这个花瓣，我是多做了1片，一共是25片就够了。我挑了3个就是比较小的花瓣做内层，大家自己做的时候呢，也可以挑选一下。内层的需要3片，我们把它排在
就是均匀的排在这个外面。其实绑花的话，很简单，就是按照这个顺序组装就可以了。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棕色的 QQ 线扯出来。棕色的 QQ 线呢，我们是用双股的来缠，双股的缠得快一点，然后密一点。因为我们给的 QQ 线很多，也非常非常的足够，这个 QQ 线可以不用省。这样我们把内圈的这个花瓣固定好，我们把内圈的花瓣固定好。现在我们来加外圈的5片花瓣。用镊子这样轻轻的夹一下这个下面，然后花瓣它下面就会形成一个直角，小直角。还是这样均匀的排在外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如果感觉就是一次全部排完，就是有点不好拿，那我们就是排2片，然后直接用这个线来缠一下。因为前面就是前面我们这个视频有的是加速了之后呢，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有点卡。那接下来我们以后的视频都不再加速了，就是这些繁琐的过程，如果就是已经看懂了，就是已经自己会制作的顾客呢，大家可以往前拉，就是拉到自己想要看的地方，或者是用倍速来观看。因为是教程视频，就是因为需要照顾到每一位顾客嘛，我们就要录得比较细一点。好了，这样呢，我中间的这朵花也绑好了，下面我们就是把杆子往后缠。因为就是我加了这颗珠子，珠子上有这个金色的铜丝，那这根杆子我就不需要再接长了。就是像咱们绑这种小花，就是它的杆子，如果因为我们那个紫铜丝有限，如果杆子觉得不够长，可以用我们那个给的那个备用铜丝来把它接长。好了，基本上缠到这样的长度就好了。我们把这个QQ 线夹在里面，QQ 线它是不会轻易的散开的，轻轻的夹在里面它就不会散。这样我们把这个花朵放在这里备用。然后我们现在呢开始就是组装这个发簪。我们组装的时候是从两边往中间这样绑的。先把这个单独的2片这个花瓣拿出来，然后再拿一个这个3瓣的，然后还有1片这个叶子。这个叶子我做这个的时候呢，就是稍微做的长了一点，这个呢栓绒因为栓的少就短了一点，可以我们自己制作的时候，这个长短宽窄都是可以自己调整的。我们现在来绑花瓣。把这个2片的叶子，还有这个三瓣的这个小花苞，这样子绑在一起。绑的时候，就是每一步我们尽量都要做的慢一点，然后把每一步都做好，把杆子也缠好，这样呢，我们做出来的成品才会精致。
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单独的这个5瓣的这个花拿出来，然后这个花头呢需要用这个镊子把它稍微这样夹一下。大家记得就是调整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借助工具，不要直接用手去，因为手指头粗嘛，有的地方进不去的话，就把我们做好的这个绒给搞坏了。其实这个组合的方式在大家做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自己调整的。我看那个买家秀里面，我们很多顾客自己调整了之后呢，就是比我们这些样品要更好看一些。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根据自己想戴在什么位置来自行调整这个绑的方式。好了，这个部分呢，这一半就绑好了。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再从左侧再开始绑，可以把它插上，这样子插在板子上。然后我们从左边开始绑，拿一个3瓣的花，然后2片叶子。然后我们用镊子稍微的调整一下这个花头，再把这个4瓣的花拿出来，也是要用镊子稍微的夹一下这个花头，让它这样侧一点。这样子把一朵杆子，我们绑的时候，我可以把杆子就是对比着，看看有没有绑到那个位置。好了，我绑到这里了。那现在我把这个杆子缠在一起。其实制作绒花呢，它每一步都不是很难，就是只要我们耐心的去做，然后把每一步都做好，这样总体的做下来就会是干净好看的。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个最大的这个花拿出来。同样是要用镊子把它的这个头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然后我这个线缠双股的线用完了，我直接剪掉，然后再扯一根，就可以接着缠了。这样这两部分就是我们把这两部分这样绑好了之后呢，就可以组装了。这样子，然后把这个主体拿出来，
我们其实组装的时候是两部分这样接在一起的。这样把它接在一起，然后这些角度呢，这些角度什么的，大家都是可以调整的。这样我们做成这样的话呢，这样就可以戴在侧面，然后它是比较长。如果想这样子也可以，就是绑的时候就是可以随意一点，就是不一定非要按照我们的教程怎么绑，然后我们才能怎么绑。好了，这样我们下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柄，然后我们给的这个主体是这样的，它这种是非常好绑的，上面有一个很长的柄。然后戴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弄成这样，这样是不是更加好佩戴一些？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呢，现在大家用剪刀把它的这个地方剪齐，用左手把这个柄，可以，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大家看到了吗？可以把这个洞留出来，然后因为这个洞是可以用来挂流苏的，把这个洞留出来，然后左手按住这个簪棍的主体和这个花头、花杆儿，右手往上缠线，这个地方要缠的，就是要缠的好看一点。大家记得这个，因为这个主体毕竟是金属的嘛，金属都是会掉色的，就是做了保色呢，它也是，还是会掉色，所以我们制作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汗手去整个的捏住它。制作的时候手会出汗的，就是要避免长时间的捏着这个主体，这样会加速它的氧化。好了，杆子缠成这样子，就是比较牢固了，然后也比较美观。我们收尾的时候，就是如果不放心这个牢固程度呢，也可以多缠一缠。总之就是要做得干净一点。然后我们收尾的时候，直接把这个线头这样夹在这个缝里，夹在缝里还不够，我们每一份材料里面都有送一支小的这个胶水，就是非常小的那个胶水。我现在手边没有那个胶水，大家在家里找一根牙签，把胶水扎破，就是用胶水的盖子来扎它，扎破了之后呢，用牙签戳一点胶水。戳一点点胶水就够了，涂在这个线头的地方，把线头粘牢，就是也不要涂的太多了，涂的太多了，有可能会留下比较重的痕迹。那这样呢，我们这个发簪就制作完了。因为胶水干得很慢，大家多等一下再剪线头哦。我们录视频的时候就不等了，这样子这个作品就完成了。这支发簪就完成了。最后呢，看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记得保存的时候要不要就是压到了或者是碰到水什么的都不可以。保存的时候把它最好是放在盒子里面单独的放起来。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来制作这个小的牌簪。小的牌簪我准备好了6个这个胖嘟嘟的这个叶子。呀，我刚刚好像忘了绑这片叶子了，这里还有一片叶子哦，大家记得这里还有一片叶子哦。这个是我刚才忘记绑了，我刚才忘记绑上去了，自己绑的时候要绑一下，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有剩余的那么多的绒条，再增加一些叶子也是可以的。这些，然后这些小珠子呢，都是这样处理一下，就跟刚刚我们花心的那个珠子一样。然后我们绑这个
绑这个花，绑这个排簪呢，需要这个粉色的这个线，就是我们前面那个粉色的线是没有用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粉色的线拿一点出来，把一小绺分成2半，这样子用。这是一小绺，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已经被分成2半的一小绺的1半，这样子直接用来当绑线。把做好的这个胖胖的这个绒条拿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底部，因为是2种颜色的，粉色和白色。那么绑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颜色，就是把这个粉色和白色呢，就是都冲着一边，这样看着会不那么乱。就是如果粉色朝左边，那我们绑的时候就注意都是要朝左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绑的时候间距保持差不多。其实很多就是顾客买了这个材料包回去呢，他们都自己改了，就是改了一下设计，然后自己就是发挥的余地还是挺大的。他们自己改的还就是都很好看的，就是比我们那个这些样品要好看很多。大家也可以尝试自己改一下，这个发挥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这个间距呢也没有什么讲究，大家就是自己制作的时候自己看就好，就是不要那么紧，也不要那么稀疏，差不多就可以了。感觉我这只绑的就有点紧了，这个的间距是差不多正好的。
我又忘记加这个珠子了。好了，这样呢就绑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主体准备好。我这个主体是，我们给的是这个小钗。其实我们剩下的那些毛条，其实还可以做一个这种，就是把它做成软簪也可以。线不够了，要及时的换线，还是用粉色的线。左手把主体和这个花杆的地方捏住，然后右手往上缠线。因为这个线呢，它是蚕丝线，它没有那个弹性，它不会像 QQ 线一样有弹性，所以缠的时候一定要把线头捏紧了，这样不会散开。就是万一散开的话，尤其是线头剪短了，然后又散开了的话，就会特别麻烦。我现在把线头剪一下。好了，我把它缠好了之后，最后一遍往上缠，然后我们把线头还是夹在这个缝隙里，然后用牙签点一点胶就可以了。如果有胶的线呢，就不要用打尖的剪刀去剪，那样它那个剪刀的刃上沾了胶的话，也会剪不动线。打尖的剪刀因为使用的特别频繁，就是有时候它这个关节的地方会涩，那在这个地方上油就可以了，滴一点机油或者是家里的什么油，平放一会儿就好。现在我这件材料包里的2件发钗都已经做好了。
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吧。